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8日晚间19点13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1.4%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我们之前提到了啊，这个位置呢，在这个31000点附近啊，这个位置存在一定的支撑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呢，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呢？处在一个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这里它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走完之后呢，发生了第二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但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悟空位这个位置上，它反复出现了震荡，但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道指目前处在什么样位置呢？处在一个8阶阴线的这个位置。首先第一根阴线呢，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第二根阴线管它叫8阶阴线。8阶阴线后面的阳线呢，我们管它叫8阶阴线所遇到的妖怪啊。这里遇到了一个妖怪，遇到妖怪怎么办呢？我们依然保持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但是这个反弹呢，只是对我们在行情当中下跌趋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那比特币通过昨天的反弹，通过昨天道指的反弹呢，目前已经做出了一些反应。这个反应呢，我们看到了比特币首先它在8月19日出现悟空阴线之后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跌破了收敛过程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走出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出连续的震荡，这个震荡也是妖怪 K 线，然后走8阶阴线和沙僧阴线，走出连续12个交易日的沙僧阴线之后这个沙僧阴线组很震荡连续12根 K 线反复对沙僧阴线起到干扰作用。那么前天最终走出了一个唐僧阴线，最终呢，它完成了一个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但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就是日线下跌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现在的反弹过程呢，正是走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我们可以认定当前时间点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从这个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角度出发，目前是4小时级别反弹正在进行。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看日线结构上17605点出现之后，它连续出现了3次波谷目前是第3次它的前2次波谷呢构成了一条连线2点构成一条连线呢。两个波峰出现，波谷出现之后，构成了一条连线。这个连线呢，目前达到19000美金附近。那我们前面对这个下跌趋势当中的一个目标位日线级别下跌一个目标位，就是在18000美金到19000美金。那它极限的低点呢是达到了18549打到这里。打到这里之后目前正在走4小时级别反弹，那反弹有可能有一定的持续性有一定的持续性。所以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这轮反弹。首先呢，这一轮反弹呢，如果出现的话有可能走日线级别的，然后它的反弹的目标位呢是看到23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前面5月份波谷连线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在23500美金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我们看到前面打到这附近之后前面的压力位呢是在26000美金结果呢它打到了25500美金形成高点然后回落。那第一波的反弹呢是达到了42%，那这轮反弹呢，我认为大概是在22%到25%这个区间。也就是说，第一轮反弹是大的大型的反弹，对快速下跌6月中旬的快速下跌这个下跌幅度是非常大的。你看可以测量一下，达到42%达到42%之后，然后它的反弹也接近42%但我们看到虽然比例相同，但是它下跌的幅度下跌的价格是大的是多的。反弹呢，它的反弹幅度是小的，但是它的比值是等比例的等比例的反弹幅度不一样这个你可以去自己理解一下。然后它的第二轮反弹，我认为它的反弹幅度呢是要弱于第一轮反弹的弱于第一轮反弹的。所以呢，如果这轮行情18500美金是一个底部位置的话它的反弹目标大概是在23500美金附近
这个幅度啊，大概是在25%左右啊，然后呢，它会再次快速下行啊。我们看到了反弹，它是缓慢的反弹。下跌呢，它是快速的下跌，所以我们看到啊，它的反弹收敛三角形非常缓慢啊。同时呢，在这个行情当中，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会有不断的多头赶往这个市场当中来，最后通过快速下跌啊，对多头进行迅速的绞杀。啊，所以呢，震荡行情往往是走出这样的结构啊，就是在一个黄色的大收敛三角形当中，它里面会套着不断改变方向的小的收敛三角形，最终呢对下跌形成的筹码缺口进行不断的缝合。缝合之后呢，我们会感觉到啊，18500美金这块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安全的地方。所以呢，不断的震荡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接触18500美金之后，你会感觉这个位置是可以抄底的地方啊。那么如果第4次到达这个位置的话，根据江恩的波谷定律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这个位置就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行情一旦走到你感觉非常安全的时间点，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位置是底部的时候，那么危险迅速释放迅速对释放，就是说18500美金这里不是一个低点我认为比特币这轮行情的低点的位置在10500美金附近也就是比特币的价格从69000美金要跌85%，才是它的一个相对的低点，极限的低点低点出现之后呢，就是可以抄底的实行点。那么现在低点在18500美金出现之后这个位置虽然可能会有反弹，但是它的反弹不构成反转，即使到了23000美金，我认为它也不构成反转因为这个熊市还远远没有走完前面这个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这个结构还要反复围绕它去进行震荡同时呢，这个波谷连线形成的底部也要不断的去进行敲击，不断进行敲击之后最终会跌落，然后熊市急速下跌的过程就会再次展开。这样的行情呢，在18年的行情当中，在15年的行情当中反复出现过。历史呢只是不断的重复但是历史的重复呢是错位重复它的重复是类似的，结构是类似的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反弹已经开始，但是呢，日线级别反弹还没有正式开启。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行情当中6月19日这根阳线是一根标志性的阳线，涨幅达到了10%。这个阳线的出现呢，标志着它出现了接近2个月的反弹。但是目前行情走到这里4小时级别的阳线已经走出来了，但是呢，我们观察日线级别昨天的这根阳线反弹幅度并不大，它只有2.6%我认为起码要5%左右，一个实体阳线的出现呢，才代表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开启所以呢，在当前行情美股震荡的过程当中，虽然对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的多头起了一定的温床作用，但是标志性的阳线没有开启的时间我认为如果选择进场多头的话，一定要非常注意的是设置一个止损位这个止损位呢，如果你在现价19400美金进场的话，你要设置在19000美金附近设置一个止损位，避免呢行情变化、行情的震荡对你的仓位构成损失。当然我是空头我对于空头方向来说如果行情没有再次跌破19000美金，我是不会进场的。二一个呢是，如果行情没有打到我画出的这个压力位附近的情况下，我也不会进场的两个进场的原则，第一个进场原则呢是跌破，第二个进场的原则呢是打到压力线附近之后再缓慢布局行情呢大的方向是下跌方向小的趋势呢是反弹趋势，不构成反转。在这样的方向和趋势的影响下呢，我们要耐心布局无论你是多空也好，耐心布局，设置自己的止损位自己的止损位，同时呢控制自己的仓位，控制自己的手低一些杠杆倍数，少一些赌的因素在里面必然会在行情当中获得趋势上的利润而趋势上的利润呢是最多的是远高于你每天
追涨杀跌啊，这要来得快得多的。那对于以太坊来说啊，我们首先观察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呢，我们看到了什么情况呢？看到了它一整轮的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里面分别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呢，我们观察到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非常接近于前高，在这个位置的压力位附近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有预期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容易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因为我们根据 K 线西游战法的理论啊，它有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日线下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如果比特币能出现反弹啊，如果比特币能出现4小级别到日线级别反弹，那么以太坊的跟从效应它会是慢的，也就是说以太坊的涨速是慢的。同时呢，我们观察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啊，上方重重阻力依然存在啊，这个阻力呢分别是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在1650附近构成了一个低重的阻力，同时呢，在这里1650附近啊，也是周线级别波峰连线啊，从这个弧形顶部的波峰连线连接在这里的一个阻力，这是第二重阻力。同时呢，上方有1800美金到1985美金的这个均线压力啊，这分别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同时呢，这两条均线中间插杂着啊，从以太坊高点啊，也就是4877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在这个位置上啊，在这个大概是1900美金附近啊，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上方顶着多重压力的情况下，以太坊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呢？处于一个滞涨的行情当中。在滞涨的情况下呢，每顶到一次压力位都是一个做空的机会啊。这个机会呢，表现在啊，今天出现了一个顶到1635附近啊。它虽然高点是在1650呢，但是今天我看到了啊，这个细节上的位置压力是在1635，所以呢，我让大家伙做空啊。做空之后呢，反弹上来之后取消这个空单。可以在上方一点点的位置啊，如果遇到阻力就可以布局它的短时间的空单。目前行情比特币来说是处在一个反弹趋势上，但以太坊的反弹趋势虽然有，但是它上方重重阻力，所以呢可以做一些短时间的空单，直到顶到什么位置呢？我认为啊，顶到1750到1900美金这个区间，它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压力位。这个位置呢是布局空单的一个好的机会。同时呢，在当前时间点，它有可能横盘震荡，穿越这个长达2年的这个弧形顶部位置啊。这个弧形顶部位置呢，是从20年12月份开始的，然后到现在啊，到这个现在是9月份啊，已经接近2年了。这样长期的一个弧形顶想要穿越的话啊，它可能会以横带跌的对它进行穿越，然后呢遇阻开始回落啊。那么现在为止啊，比特币的反弹空间是不大的，20%几。那以太坊啊，根据这种情况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如果出现一个下跌趋势的话，那以太坊的反弹空间是不足20%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如果做空的话，采用4倍杠杆的策略是最好的啊，因为你看啊，5倍杠杆你25%就爆仓了，20%就爆仓了，那4倍杠杆呢能扛25%，这种情况呢，你缓慢布局4倍做空是相对来说安全一些的啊。当然了，更多的建议啊是躲过这段反弹行情之后再布局空单啊，特别是要以比特币为参照物啊。如果跌破的话，你可以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如果涨到压力位附近的话，你可以缓慢去布局啊。在中间这个反弹区间啊，也就是19000美金到这个23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呢，尽量是耐心等待啊，除非你是做一些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压力位附近的一个空单，这样布局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那 LUNC 啊，这2天涨势很好，在我前天的节目当中就是2天前这个9月5日的行情分析当中提到了这一点。当时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的是你要看1000倍的 LUNC 看这个
啊，因为它能把这个 K 线完整的展示出来啊。展示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啊，目前处在的位置啊是连续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目前处在第二轮。第一轮是这里啊，这是一个悟空阳线，然后八阶阳线，沙僧阳线之后唐僧阳线，然后第二轮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那日线级别呢处在 LUNC 的沙僧阳线上啊，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走唐僧阳线啊，这是日线级别。那在周线级别上呢，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一些。首先呢，从它起涨的这一周，也就是6月底的这周啊，这周呢是悟空阳线，然后后面有干扰性 K 线，这是周线级别的干扰性 K 线。我们看啊，4、5、6、7、8啊，连续7、8周的干扰性 K 线之后走八阶阳线。本周呢是沙僧阳线，这样的话我就有 0.8 的目标位啊，走最终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预期。在这种预期下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反复提及的是，你要至少设置一个日线级别到 C2 级别的一个什么呢？止损位啊，止损位。目前它是不断的上涨，你们看啊，这里面啊，昨天又出现了一个 C2 级别上涨吸油，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第二个 C2 级别上涨吸油，两轮 C2 级别上涨吸油中间夹杂着一个小时线的回调动作啊。那当前为止呢是一个新的 C2 级别上涨吸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一轮的 C2 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开盘价，也就是 0.53 这里设置一个止损啊，有止损你进场会感觉内心也安全啊。然后呢，它不断的上涨之后呢，你会吃到趋势上的利润啊。打到止损位之后立刻出逃，等待它调整之后啊，比如说这是两轮 C2 级别上涨吸油吧，这个中间有可能出现小日线级别调整，那如果它出现小日线级别调整之后你再进场啊。进场的同时，如果出现小日线级别调整，进场的同时也是要设置调整的，因为它的调整有可能放大到4.2级别，所以呢，你要根据时间级别的调整啊，时间调整、方向调整的这个策略啊，也就是 K 线吸油战法当中时间级别调整、方向调整的这个策略，实时的设置止损，最终呢，你有仓位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啊，这样是能获得一个相对来说大的利润啊，这样比你随意的去开火要赚得多得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K 线吸油战法》这本书。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